比尔盖茨的妈妈是在家里有点像是就是在家里工作，然后家管，然后后来到某个时间点之后，因为可能很热心去参与社区或社群的事情，然后就开始有做某一家公司的董事，然后开始工作了，然后后来最后当然我们知道是联合劝募的董事，而且他其实有特别提到这一段，就是他妈妈跟当时大家对女性的那个期待是不一样，他妈妈就走出了不一样的路，然后他说他爸爸其实也蛮支持他妈妈就是出去工作，最后妈妈就是一路有办法，一方面是家庭的支持，然后妈妈也愿意不断去做，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所以他可以往一个那个方向去努力。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孩，我又是一个女的，我怎么可能会想到要做这些事？后面这对，就是他前面还是有一些前提在，对，但他也是有努力，只是他往对的方向努力。没错。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 Mia。我是 Fox。这一集塞恰邀请到的是原始码成为比尔盖茨这本书的中文翻译译者吴凯琳。凯琳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译者凯琳。实际上呢，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凯琳，我们上一次邀请凯琳，我们看了一眼，原来已经是2年前啦，而且是马斯克，重点是马斯克传已经出了2年了，对，已经2年。对，哇塞！我昨天有特别去 confirm 一下那个日期，想说，因为我之前也觉得好像是才没多久，1年前感觉那种感觉，已经2年前了。对，马斯克也是经过了风风雨雨去这个低潮然后忽然间又变成高潮，去帮川普竞选，然后现在今天宣布离职，今天宣布离职了，哇，这也是哇！真的是有代表性与纪念价值的一天啊！马斯克从川普政府离职，对，今天正式对，今天早上看到消息，我想说，哇哦，真的是为他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就先聊马斯克。好。实际上我觉得他进去其实是为了我认为根本除了这个大原因，为了减少美债，为了这些大原因之外，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为了他 business 解套啊。没错，对嘛，就是什么自驾车啊，这些太空啊，这些显然现在它的阻碍是小的了，要不然之前在拜登政府，我们看就是一直不大行。没错，对，我觉得他其实进去他做的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他推的一些计划，其实你会发觉这个人其实是一路走来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你有看过他的传记的人，应该会知道，其实他这些做法蛮符合他原本的经营的逻辑。对，所以大家都很吃惊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吃惊，就是有什么好吃惊的？这个人就在做他原本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跟川普站在一起，所以会感觉他更邪恶或干嘛。但实际上，我真是觉得他并没有做出过多奇怪的，他本来就很奇怪了。对，他不是因为是他行为范围以内的事，是他行为范围，他本来就会乱跳舞。其实跟他以前的做法是完全是一样一致的。他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变，他还是原来的那个马斯克。对，然后只不过他现在身边站了一个川普，然后你就觉得他更疯了。其实他本来就这么疯。对，但我没有称赞他的意思啊，就是他就是原本他就在做他原本的事情，只是。我认为他虽然他美债是他要美国的赤字，他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他所有这些不管是太空啊、自驾车啊，或者是其他有法规限制的东西，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对，因为其实，在拜登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觉得拜登很多，你知道，民主党比较偏某一方的意识形态下，我觉得对马斯克他的那整个企业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啊，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拜登找了一堆电动车来，然后他在白宫面前开嘛，那时候就是开福特，而且那场会议里面其实是没有邀请马斯克的。对，然后拜登就是开着福特的那一台皮卡的样子，然后所以后来这个川普在在白宫面前开特斯拉，有点像是就是哇那个对照组的感觉，其实是就很明显啊。其实你可以看出那2个总统的那个做法，对，其实差异蛮大的。所以这是马斯克欢迎大家还是回去看马斯克传。我必须老实讲，马斯克传呢，我大概还有1/3没看完。没关系，
我是认真的，慢慢看，一直在我车后面，然后你就想说，就很厚一本在那里。但你已经在特斯拉里面摆了一本马斯克传。好了，这样也不错，这样很好，至少你的那个环境是正确的，对，是正确，政治正确。神坛里面要放本圣经，是不是？对，非常的政治正确。好，我们今天呢，其实为什么会想要请凯琳来跟我们聊这个原始码成为比尔盖茨这本书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过去的几次的访谈，包含了上周的我们有访了之前有访小 Q 一个美国微软、中国微软回来的朋友，然后呢，他现在在创业。然后在更早之前呢，有一个访录音叫 Gigi， 他是做 Random Chart 在日本创业，他们唯一的共同点。都是前微软员工，而且他们提到微软都是赞不绝口。然后呢 ，Gigi 呢，在他因为他在日本的微软，然后他后来他因为他有2个小孩，他就看了比尔盖茨这本书，然后说这本书有够棒哦，这个我们力推它是个育儿宝典。我说育儿宝典这4个字，这有点夸张，你知道吗？你就觉得有这么夸张吗？那我后来陆陆续续又看了几个朋友，有1-2个人推荐了这本书。然后实际上呢，他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应该是美国的什么电脑科技历史博物馆之类，他有访谈，就是比尔盖茨跟应该是 Stripe 的创办人叫Patrick， 他们2个对谈。据说那个流量很高，但我没有翻译，因为那个显然会被告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现在已经看完了，很难得，这应该是我近期里面少数看完的一本书，感谢。然后有没有感谢？就是翻译的很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我颠覆我印象的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大概因为我是90年代在用电脑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比尔盖茨其实是被描述成一个疯子，一个邪恶的人。然后就是马斯克其实某种程度上马斯克对啊，他们某种程度上有点 overlap 的地方，那个时间点，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是无敌霹雳不好。我也是，你也是嘛，对不对？对。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你看他就开始做基金会，那你就觉得这一个人到底是就好像飞在天上，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些。深不可测的东西，然后什么改变世界啊，改变地球环境啊，什么之类的，就离地上很远，就离很远。那忽然间就是这跟形象有冲突。你在翻译以前，你对于比尔盖茨的印象是什么？也没有那么，就是比较没那么正面。就是以前就微软是邪恶帝国对啊，因为以前微软几乎是90%以上的市占率嘛，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微软跟 Intel 绑在一起。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我们成长的年代，苹果被打乱七八糟。对啊，那时候是有听过 Apple 这个名字，但我们不会去用 Apple 的。一般人啊，除非是设计师。对，我记得我们这种一般人都是微软 PC 啊，微软都是微软，然后就觉得Office 好烂哦。对，因为它常常宕机，然后我们这种对电脑不熟的人，完全对 IT 不熟的人就一把怒气，然后又是比尔盖茨的错。对，所以微软的市占下降，有让微软形象变好。Well， 你还记得吗？在2027就 iPhone 之前，其实 Mac 还是比较小众的，真的是蛮小众。然后是只有我认识的人只有设计师会用。然后我不用 Mac 的原因是因为它不能打电动，你玩游戏几乎都只能用 PC， 所以你就是绑在。PC 里面，所以你就觉得说，那个霸权微软，你觉得是无法撼动的，邪恶。那你从小到大就是都是微软，那感觉赚了很多钱啊。然后你又看了纪录片，觉得我记得有一阵子的纪录片，就是他可能在90年代吧，就被反垄断法，然后就是上法庭被大家丢鸡蛋啊什么。这本书还没有到那里，对，还没有。那下一本应该是下一本，对，下一本。我们先讲这本书目前是比尔盖茨的3部曲。这是第1部曲，对，他自己说是3部曲了，而且他到很后面才讲了，你知道吗？那你看想说还有2本哦，好哟，好哟，很棒啊，有工作做，希望还是有啦，对，也可能到时候变成 AI 翻，所以这本书其实到目前我们看到，就是他讲的应该是从他出生，到这个他已经开始创立微软大学的前半段，
对，在1980年，1980到1980年，对，所以等于是在讲他真的是小时候的故事啊。这本书其实你跟原本之前马斯克传，你那时候接到翻译，这个翻译时间有多长？还是比较宽松？也没有宽松，因为它也是一样，都是要跟国外同步出版，对，所以我一样也是也是3个月的时间，但因为它字数比较少，所以就好一点，会好一点。因为马斯克传显然看起来更厚，超厚，对。OK， 所以那时候想到你现在翻译这人都会有个人，还是说没有我就翻，就是来了我就球就打了？因为其实那时候本来没有要接这本书，是因为那时候编辑找我的时候，他也没有告诉我是 Bill Gates， 他只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财经人物传记。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档期我已经接了，我手上已经还有2本书，然后我就想说我还是不要随便答应，万一到时候开天窗呢？可是我就回讯息给编辑，回完讯息的下一秒我就后悔，我就想说，既然编辑一直说他是很重要的财经人物，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把那时间挤出来？这样，所以我后来又问了编辑说：“那这本书大概多少字？”编辑那时候说是12-13万字，当然后来翻了不止啊，大概有18万字吧，多了50%。那编辑说12-13，我想说13万应该还 OK 吧？我应该这边挤那边挤，应该可以挤出一点时间这样，所以他其实是本来是已经差点要错过他，对，然后后来就硬着头皮还是把它接下，然后接了我才知道原来是 Bill Gates 的书这样。但你翻完对于 Bill Gates 的感觉如何啊？我觉得其实每翻完一本传记，对那个传记的那个对象本身都会有点改观，就是一开始一样就对他有一点点反感，尤其他后来就是婚姻啊，或者一些跟办公室公司员工的一些纠纷，对，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好像人获得了某种地位跟财富的 level 之后，好像就会开始有些走钟这样。你有翻贝佐自传吗？没有。讲到这个，我就想另外一个人，这个也是差别很大的，也是，就是你感觉对嘛？就是现在就是这个 muscle 很大，然后光头这样，然后很帅的，就自以为很帅，以为很帅。对，所以开始翻了之后，然后翻完之后的那你现在你会怎么形容比尔盖茨这个人？我觉得就像有一个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他就是个很 lucky 的孩子。对，其实他自己在后记啦，他在后记他有承认说，他出生下来就是已经就获得了某些特权，就是你出生的环境，你的家庭背景，然后那个时代的氛围，对大环境，对，这样延续刚前面那个话题，就是说我自传啊，因为我们翻它之后会对这个人改观，有些人说法是自传很多时候呢是为了美化这个人而出现的。你同意这个说法吗？我也同意，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部分而已。你不可能就是，我觉得他自传一定是不可能把自己丑化到极致嘛，而且他一定是他出自传有部分也是为了替自己辩解。就好比说他会说，如果今天他如果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出生，就会被诊断成是自闭症。确实，对，确实，对啊。那其实那个也是某种为他自己辩解，就是我小时候这么的叛逆，这么的没礼貌，做那么多错事，其实就是因为我是有自闭症的，就是那样的特征。对，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解。可是我觉得那也还是不妨碍我阅读这个人的传记。我觉得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觉得不用把传记把它打成好像是100%负面的。我觉得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人的另一个面向，还有他对他自己的认知，那其余的你可以自己判断。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是我们可以真实看到他是如何在想自己。当然有些传记比如说政治人物的，我觉得那个美化就好像比较多，但这一类的我还是觉得他们真的是在说我原本自己想象的是这样，我认为的是这样，而不是比如说报章媒体或什么样去解释我的那个样子。那这也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不能讲改观，而是我可以理解他更多
可能当时间做那个原因。比如说另外这讲个有趣的，就是他中间后面在讲说他开着应该是保罗的车吧，在外面飙车，然后有一天然后被抓，他轻描淡写只写了2行。对，他很多事情都轻描淡写。但因为那2行其实你就会看到，实际上你看到你现在如果找比尔盖茨被捕的照片，是一个大头文。对，没有也没有也不一定是啦，就只是一张照片，他被拿着那个牌子，就说他笑得多开心。对，他拿那个牌子，那个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的孩子嘛。对，他就觉得那就是个小孩子的行为，是没有不是什么错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严重的事情的。而且你看那里面书里面就是应该是1970年代嘛，那所以大家都在用迷幻药。就是可能是我猜可能是大麻或什么之类的。他说保罗也有，我也有。他后来有尝试在大学的时候，但在他之前是没有。但是你就觉得哦，哇，真是大环境、大时代，所以可以承认有这些事情。然后，但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我看了，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件什么很严重，觉得从此把这个人打入18层地狱。对，也不会，他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对，然后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小时候也尝试蛮多事情的。因为我有时候回想我小时候到底在干嘛，然后其实真的就是你会发觉自己小时候其实蛮苍白的。是你跟比尔盖茨比？不是，应该这样讲。比尔盖茨在前面这本书的大概前半段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人记得这么多 detail 的小事情？一方面应该是他妈妈要归功，他妈妈就是有保存很多家庭的记录，对。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他的一个，就以前的 Wall Street Journal 的记者，然后现在是在 Bill Gates 的基金会工作，他就帮他去找了非常多他以前学校的档案，对，学校就有很多照片啊，或学生的记录啊，还有老师的那个给学生的一些评语啊，还有一些学校的刊物，就帮他收集的非常多，对，所以他就是要帮他 check 说他的记忆是不是正确的，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也是 fact check， 就是而且不只是学校，我觉得从小时候，就是我阿嬷怎么样，然后跟我们打牌，然后他们去哪里玩，然后那个时间点，比如说那时候有西雅图的世博，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那你也想说怎么会记这么细？但的确，他有一部分会是透过记者的调查，然后去把事情还原，然后配上他的东西，才有办法这么完整。然后说一个普通的人，对啊，所以你看，也是因为他是 Bill Gates。才能有这么。假设今天我是个无名小咖吴凯琳要写自传，就没有人能帮我做这件事，对啊。他真的是地毯式搜索了，就是他小时候的所有事情，然后把它拼接在一起，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小时候看着这个鱼往上游的感觉。对，我那时候就有想到说，天哪，我小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记录。对，如果我要写，可能大概1章就写完了嘛。对，真的是这样。然后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妈妈。其实，在那个年代，感觉上就是个很特别的人。对，我觉得其实蛮佩服他妈妈。譬如说，他那时候去公路旅行的时候，他妈妈不是要求 Bill Gates 跟他姐姐要写那个每天都要写旅游日志。对，而且他妈妈有规定好几个项目，比如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地形啊、人口啊、地景啊、环境啊，对，然后还有你要写一下你当天旅游的感想。从小就很会写学习历程档案，没错，我觉得这超运的，你知道吗？就是他是从比如说我今天台北要到高雄，请你然后沿着高速公路，然后你看到一个 sign， 比如说我今天到桃园，你就要开始写桃园天气什么。然后物产有什么，市长是谁，然后就是要写一个你的感觉。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精英的思考方式，是没错啦。所以有媒体在评这本书的时候，就会有批评说，那还不是因为他是出身这样的家庭，才有这样的教育背景，然后才有造就他后来的成功。就德国之声就很酸啊，那个书评就超酸的。真的假的？对，但因为他可能叙述的太平淡了，就是太平铺直述，就是说你就觉得这是一个他觉得就是这样，不是贫困的人，但是也没有到巨有钱，对，就是说他应该就是我觉得这个中产上好一点点，再好一点。因为我想象如果是台北的几个贵族小学，感觉他们也是家里可能会做这种事情，但
我没有那么确定，但是然后后来当然那个妈妈，我们是一开始妈妈是在比尔盖茨的妈妈是在家里有点像是做就是在家里工作，然后家管，然后后来到某个时间点之后，因为可能很热心去参与社区或社群的事情。然后就开始有做某一家公司的董事，然后开始工作了。然后后来最后，当然我们知道是联合劝募的董事。但即便是但是我们要回归到那个年代，就是说1970年代，那你是个女性，然后你要爬到一个还不错的位置，我认为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啦，是，而且他其实有特别提到这一段，就是他妈妈跟当时大家对女性的那个期待是不一样，他妈妈就走出了不一样的路。然后他说，他爸爸其实也蛮支持他妈妈，就是出去工作。对这一点，他有提到，就是说，爸爸一开始就认为，女性本来就不应该只在家里。但这不知道是美化，但是对，这有可能是他自己，对，他可能强化这件事情。但是意思就是说，爸爸是支持女性出去工作的，所以最后妈妈就是一路有办法，就一方面是家庭的支持，然后妈妈也愿意不断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是片段，就是说也就是说比尔盖茨妈妈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但他为什么会强而有力？我觉得不见得就是因为他不需要努力就会坐上那个位置。我觉得我看这本书没这感觉。我现在比较老一点，我也不觉得真的可以100%是这样子。对，没错。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所以他可以往一个那个方向去努力。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孩，我又是一个女的，我怎么可能会想到要做这些事？后面这对，就是他前面还是有一些前提在，对，但他也是有努力，只是他往对的方向努力。没错，对，因为不努力或者是努力的invade 的人蛮多，以前是富二代嘛，那没有代表说什么富过3代之类，因为你可能在某个时间你就 fail 了，所以你还是得努力。对，那所以这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他也是有努力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但这个我觉得也是超越时代，或者是真的是要有钱的，就是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是他比较叛逆，对，然后他爸妈就带他去咨商，而且是可能是当时在最好的这一种心理治疗咨商师之类的一个博士。对，这也是很特别。对，因为我觉得你也是要有某种资源，你才有办法找到你需要的支持，这样。对，因为我觉得那咨商师其实也蛮重要。我觉得那咨商师对他爸爸妈妈说的话，跟他对 Bill Gates 说的话，其实蛮重要的。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就是说他可能在青少时某个，我甚至不觉得那是青少年时期，他那个很早，那个搞不好才国小6年级8、9岁的时候就对，他就想说你的叛逆期是8、9岁，我的天哪，很早熟哦。我就算了一下时间，我靠，不到10岁叛逆期。然后这个叛逆期的所谓的叛逆期呢，就是他爸妈受不了了，然后就大家去看諮商，然后諮商就感觉很超越时代，那是50年前。然后就是跟你讲说，你们控制不了他，那段我觉得那段非常感人。对，因为我看到他諮商是不是对他爸妈说放弃吧？就小孩子，就父母终究赢不过小孩子。对，其实那时候翻译到那句，我就差点会掉眼泪，这样子，就觉得。天哪！我开始回想，我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时候让我爸妈快抓狂的时候？应该蛮长。我其实我现在脑海里面有，就是我可以想象你有，我好难想象他有。其实是已经让很多人抓，其实是有，只是没有他那么早，可能是十几岁以后的事情了，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讲说，你终究会，他跟比尔盖茨讲说，你终究会赢的，原因是因为。我就听了我都很感，我就快哭了。哇！你的爸妈是终究都是爱你的。对，就是，然后就说你不需要去跟爸妈反抗，你就把精力花在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以后你觉得你要独立了，你应该要学会哪些能力才有办法独立。哇，对啊，就很感人，超感人，那才10岁耶，这感觉超高级的諮商，这已经生涯导师之类的。应该是当时间的权威还是什么？他讲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叙述，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应该是当时间最强的，然后他们就去排队，然后排到了。哇哦，对，因为我翻译到那也是差点流眼泪，就觉得天哪。对，这真的是
就是但的确这一定要是有一个咨询或咨商的过程，才可以有这个结果。但重点是他爸妈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没有说我只是咨商完我又对，但他爸妈有接受，我觉得也是蛮。不是这整个，你就整个都是超前时代的一个，因为你放在现在，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突兀，然后再是可能爸妈要接受这个概念，然后放下，因为他妈妈其实你刚刚讲，像刚刚凯婷讲，因为控制欲很强，然后让你写很多东西，对，而且很多规矩，他妈有些规矩我想想，对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就是一些生活上的规矩啦，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手就不能放在餐桌上啊，不能在电视机前面吃饭啊，对，吃饭的时候不能把书啊或干嘛，就是吃饭就是专心吃饭，就是很多这种生活上的小细节，小时候我也是会被规定，就是妈妈可能不一定会 care 我的成绩，但她会很 care 我这些生活的细节跟礼仪。对，然后比如说什么耶诞节的时候，每年都要做某一些固定的事情啊，然后一种它叫什么？我感觉最后就是一个仪式感。仪式感，对。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仪式感，就仪式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完这些事情。那没有，然后今年没有做好，明年要做更好。对，他妈妈还有那个 business 经营的概念哦，就是会有事后检讨，然后要写个那个检讨报告这样子，然后明年要怎么改进。那其实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对，其实我看了，其实哇，这妈妈其实真的不是一般人，对，真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你说他受到这样的教育，然后他们又有这样子咨询的过程，然后这一切，我觉得。你可以说你可以说这是个虎妈，你会受不了；你也可以说，这其实因为这样的教育，他妈妈帮助非常的大。对，我是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到虎妈的等级，因为我觉得也可能他有一些隐瞒不知道，但至少我看完这本自传，我知道他妈妈要求很严格，但好像至少我看完不会有就不会对这个妈妈有。不舒服的感觉，也许可能是他爸爸有在当润滑剂吧，也可能。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桥段是他自己有提到，就是说艺术这本书 Outliner 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常知道这本书就是10000个小时，就是练习某一个事情练习10000个小时。那Outliner 这本书里面在讲比尔盖茨的时候，就是因为 Outliner 里面有讲很多。人啊，比如说像贾伯斯啊，各式各样的人，或者是披头士，他们都是经过很大的长时间的练习，才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那比尔盖茨则是他在国高中的时候，他们是湖滨学校，他不是就是一个中学啊，湖滨中学。然后就是里面有机会用到电脑。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哇，我这运气真的很好，进去刚好遇到一个年代有电脑，还有刚好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用，然后就开始就经过10000小时。但是你看那10000小时，你没有特别感觉，就是我看没有硬要的感觉，你就感觉说10000个小时很辛苦，哇，这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看了这本书之后，懂，他就是自然达到那10000个小时，你就看到他，你说他没有努力，我觉得。不是公平的，就是他整个高中跟大学前期就是浸在那个里面，就跟我 Bible 不是他讲一下，就很像 Bible coding 一样，就整天一直写程式。对，因为其实你看他有时候为了写那个程式，他其实是不睡觉的。其实跟马斯克他们其实都很疯狂，都很疯狂的，就是他就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你应该也是感触很深。我前阵子有这种感觉，是我整天8小时，但他们更久了，因为他们更年轻的时候就做这件事，然后就一直写程式。然后你要想象那个时代的电脑是有多么难用，比现在可能要难用100倍。什么画面黑黑的吗？它有画面啊，有画面，对不起，有 screen， 对，有画面。但是它回来可能是纸条，对，这是大串的纸条。不是磁碟片，连磁碟片都还没有，是纸条。然后说用这个东西在写着，我实在真是难以想。他说去挖别人的这个程式码，是到别人垃圾桶里面去把纸条剪出来，然后看，然后开始有点像对收据一样，一直看，那个感觉是很古老年代。对，是真的很古老年代。他前阵子不是才
那个在那个网络上 share 说那个 Microsoft 之前的最早的那个原始码的那一叠纸，对啊，你就可以想象那以前是多么的时代古老，就是它真时间，就是它真的，你说他没有努力，我现在完全需要反驳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超努力的，但他不是勉强的那种，他是废寝忘食，就是睡了就开始去找有电脑，不是现在有电脑不是在这里，有电脑是就像图书馆，然后图书馆你一定要到图书馆里面才有那台机器，对，然后你有那台机器，你也不是凭空，你是一个 nobody 就可以使用，它是一个珍惜的资源。然后就像有的学校有什么3D 影印机想要去借，然后或是什么录音设备，然后你要特地去某个学校的某个单位，然后你要借到，只能用1个小时。对，然后还有别人会跟你抢，然后而且你可能会把它弄坏，然后其他人就会对你大发雷霆。对，而且你还不可能一次弄对，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对，所以光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值得佩服。那当然很多东西都跟年代有关系啊，不是说你得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你就会成为比尔盖茨，不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投入足够的努力。对，但我觉得对啊，就像你刚刚讲，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成功，其实有点你不能否认是他们是真的花了非常多你想象不到的时间跟精力，然后可能也牺牲了很多。对，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情，你就必须要牺牲到其他。可是这件事情不一定在媒体上，或者是在会被写出来，对，不一定会被写出来。而且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一群国高中生，然后呢就开始写程式。1970年代写程式完之后呢，就开始接案了。就他们就真的，我就觉得好厉害，为什么会想到要自己接案赚钱这件事情？对，就他就觉得这个是有商机的。对，这真的是你可以想，我国高中我也没想要接案啦。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想要上课念书，对，上课念书，考上大学嘛。对，真的，你以前是这样。对啊，所有人，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应该都是长这样，就是你上大学之后就随便你啊，但是在那之前就好好念书，你不会想太多。就你真的除了课堂课本之外，你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做，因为你就是每天就是联考前你就。一天我也只睡5个小时啊，对啊，其他时间就是上课跟复习啊。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班级，比如说体育班或者是什么设计班、资源班，就是他们可能会多做一点事情，但那个名称的意义在于，因为他们很聪明，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被分配在那个有比较多资源。然后就想说，就是优等生的班级，对我来讲，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还要出去接案，15岁。12岁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早熟就这个孩子，对，这个小孩子，那群人啦，应该是那群人。然后然后重点是那个时候人们，而且大人们的信任也，我感觉信任度也都很高。就是说他们比如说那时候你要用电脑，我今天你可能只能用5个小时，然后我可以给你交换，你帮我写程式，我就可以给你用，因为那时候电脑是稀缺资源，那时候要交换嘛，那所以他们觉得我可以用电脑很开心欸，然后我需要你们写程式，就是因为那时候会写程式无敌霹雳少，然后于是就这样，那就开始接案，有些时候是换资源，然后有时候是后面当然就是有钱的状态嘛。对，其实他们头脑也很灵活啊，就是懂得要用交换的方式，就是反正如果这此路不通，我就可以想别的其他方法，反正我就是一定要用到电脑就对了。就是你不知道这是哪来的，但有可能这是某种美国的环境啊。因为我可以想象什么美国小朋友去路边卖柠檬汁，但是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应该是去上才艺班之类的。发票没有了。你说去劝募发票，童子军那种有的没的啦。对啊，好像有参加，有类似，但是比较少，因为童子军是真的就是美国人的玩法嘛。对，所以童子军卖饼干哦。讲到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件事情也是很，他们在那个时间，可能1970年代真的很疯童子军对，超疯的，他们也是类似的，对，就差不多，就那个年代这样。对，然后我觉得这也很厉害，就是国小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就会有一群学生自己跑去爬山。这叫做什么？hiking 吗？对 ，hiking 健行嘛。对，那我难以想象因
因为他很小然后他父母就这样放手让他们是很难爬的山，可能是一个距离很遥远，你可能要走个5天，然后最大那个小孩可能就是个国中生，然后就是8个10个这样就出去5天，然后再回来，然后就觉得哇，美国人真的很硬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年代还是什么差别，这是美国人跟亚洲人的差别。你是说，即便台湾现在也不可能？对啊，对，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对，我觉得亚洲都。不一定台湾是不可能了。台湾我觉得现在这个氛围已经是，爸妈都得下课去接小朋友。我每次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说，我们小时候好像还没这么的严重。我也觉得，我觉得最近也有点，但有可能是觉得现在交通很混乱的关系吗？还是想要更陪伴小朋友更多时间？也许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想要陪伴小朋友更多时间。但是你看到美国人这样搞的时候，想说这才是很硬就是。而且他不是只有小时候，是每一段时间都这样。然后我们可以讲到，就是他这应该算剧透，这会剧透。然后他的人生算剧透吗？因为他这其实我以前可能也听说，就是他到了因为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子搞，所以他其中有一个国高中的好朋友，跟他一起写 coding 的好朋友，就因为这样过世了。然后你就震惊就说，然后感觉，但你也忽然间觉得很合理，就是这么大量的户外行为。总会有出现意外，一定会有意外，对。然后，他中间也有一段是他们学校老师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开放自由型的，所以老师们也这样。对，有一个老师也开飞机过世，然后你就想说，哇，美国人真的是你看完这本书，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念说，哇，这阵亡率，美国人阵亡率还是有点高，就是。但是好像又没办法，因为他们喜欢热爱这些所有，我觉得亚洲人有点难想象。对，因为他好像不会因为危险，然后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反正我就是事前做好准备。但是如果真的发生，那就还是这样。那这好像美国人的某种冒险。对啊，应该也是跟他们对啊。你像那种创业失败就失败啦，赔钱就赔钱，破产就破产。好像没什么，好像不是破产的也当上总统啦，完全可以想象，就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对啊，凹豆咖就是他们从小好像就是这样子。对，即便他很小的小孩就是这样，连比尔盖茨以前都打过美式足球。妈妈可能就想说你试试看自己好，因为妈妈就很害怕他越来越封闭，就会在那边强迫他去参加各种的那个体育活动。但我真的很好奇他打球的什么样子，对，被打爆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很多事情就觉得难以想象，然后他也去演话剧，而且他竟然说他很喜欢那个，我看到那段我有点想笑出来，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没有这么折腾啊，他该折腾的都折腾了耶，就是文的也有，武的也有，然后文武双全。他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双全，但是都有试过很多活动，他都做过，他都试过了。然后就想说，哇，这真的是你小时候都在干嘛？但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是讲说他们会出海。去那个他们有那种小型的小艇，我们但不知道他所谓的小艇对是什么多小，对，我们他的小是我们的对，因为我没有概念，你知道吗？他就在叙述的就是他的同学的爸妈，对，爸妈就跟着他们全家一起出海嘛，然后这个出海就是会写航海日志，所以有一些这种这个记录也是从这边来，然后就想说。这个形容，因为对我们虽然是一个岛屿国家，我们对于你还住基隆呢，对我们对于船的这个 size 跟它所应该拥有的能力跟价格，是没有概念，对，完全没概念。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如果有一艘船在美国西雅图是一个正常行为嘛，是一个。比如说，你可以想象有些搞不好很穷的人，其实我们就在海边，我们就是有船啊。还是说我们是一个有一点资产，有一点产那种游艇，然后可以这样弄来弄去的，就是你就看这个好像很叙述很正常，然后就是我们就没有什么画面，我们就出海，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然后有危险他来掌舵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是。但我觉得他也可能是因为试过很多，所以他很早就很确定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跟不是靠台湾，所以台湾很多小孩子，你可能到了10几岁、20岁都还不知道自己
毕业了要干嘛，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差别非常非常的。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上过很多才艺班呐。真的，我没有哦。你上过什么才艺班？分享一下。那你就是不同的阶级喽，跟你是不同。少来，我们等一下，我想问什么才艺班？我没有。认真来，我好像也没上过什么才艺班。你刚刚讲了，你要接下来因为我有想象过很多人，比如说要去上钢琴，我没有上啊。这种乐器类的，你没有，都没有。我以为这是当年的必备标配耶，不然小提琴呢？没有，真的我没有哇！我真的什么舞蹈班什么都没有上。什么扯铃？扯铃那不是下课以后的那种比较随便，不是特地上的，就去捡别人的那个扯铃来玩，比较像说你会打。但是那时候很多同学有学，所以体育课的时候我的扯铃分数很低，就是因为我没有学。对啊，这比较像踢毽子之类的东西，我都不行啊，我都不太行。所以没有，你这时候就想说，因为我没有真实感觉到他们那一套跟台湾人这一套有连接起来，有感，但你会觉得哇，美国人的生活是这么的猛吗？是冒险犯，对啊，就觉得他小时候做好多事情哦。我就想说，我小时候到底在干嘛？对，真你看完这本书，你真有这种感觉。然后爸妈会带你去试博，然后想说试博，虽然我们现在有可能啊，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带小朋友去大阪试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就觉得美国人什么都有美国人什么都有，你就觉得自己的小时候好像真的没在干嘛就除了上课读书就没了，讲不出别的就没了。这真的是很有意思。那你从翻译的时候，他们有解释为什么是他这本书要叫做原始码成为比尔盖茨吗？他其实书里面没有特别解释，但是我觉得但他在后记里面后面有写，就是说他今天成为现在这样子的 Bill Gates， 其实很多都是他小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一些人格特质，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其实讲的就是小时候的教育环境吧，成长环境其实对你长大之后的影响，就是很大的。就是他当然就是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在那么特别的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在特定的环境长大，所以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你今天如果用了跟 Bill Gates 一样的努力的方式，也不一定会成为 Bill Gates，因为他是比尔盖茨，就是他有他特定的特别的时间跟环境，天时地利的。我想起来我刚刚讲什么了。我觉得我看了这本书，我另外一个感觉，然后刚好台湾最近在播这个《造山者》。就是我觉得这整个时代是一起的。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更就是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我还没有看，那你有看，你可以先分享。因为理论上呢，他们在写程式，他们写程式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供给写 Basic 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要供给这些早期的电脑，对，那有程式可以跑嘛，然后所以他们要在那个时间点做，然后做完之后，其实他们发觉同时间呢。风起云涌，那是 Intel 的，应该什么第一颗电晶体还是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是应该是1980年代的大概前后那个时间点的。那同时间呢，我们之前还有看这个贾伯斯传，贾伯斯跟他的快乐好朋友，这个开始做他们第一台的 Apple 电脑开始的时间，他们同时间也在那个时间他们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开始有微软这件事情，然后你看到。Intel 的电晶片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我在猜测，就是张忠谋，或者是台湾这些电晶体开始把这些弄回来，然后开始做自己的计算器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间也是吻合的，只是那群人是在台湾，然后再想办法，比如说就是把它 copy 来台湾做计算器，或者我们只是代工的部分，然后会做一些加工，就把它弄回美国。这个时间点几乎是已经快。重叠的，然后就觉得那个大时代，对，那个大时代的氛围感超好，就好像艺术里面讲说，就是说有这么多机遇，你刚好遇上了宇宙大爆炸，电脑开始从大型机器变成个人电脑，然后个人电脑需要各式各样的 infrastructure， 包含了软体，包含了这个作业系统。让他们赶上这个时代，对啊，因为他自己也讲，他就是恭逢其盛啊，他的出生就是刚好在那个时代的对，就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前面其实他讲了一堆电脑的公司的名字都挂了，对，
我够老，所以还知道那些公司的名字的。对，我有听过一些啦，然后但是你会发觉有很多就是已经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可能在1990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那时候你要活下来，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本身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然后所以这是整个大时代背景，然后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个大时代。然后你现在又回复到想到现在，我那时候就感觉到 AI 感觉就是那个大时代。对，我也有这种，就是翻译完就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跟他小时候那种感觉还蛮像的。对，就感觉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对，然后有一票超级乐观跟疯狂的人在做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每天都有新的剧。但以前可能新闻没有办法可能他们要看报纸，没错，就是他那个资讯流通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快速，对，这么的。那甚至网络可能才刚诞生或还没诞生啊，已经诞生，但是还很烂，没有一少数人使用，对，很少数人才用得到。对，那资讯流其实是没有，他们只知道隐约在遥远的某个州有个人叫贾伯斯，隐约在某个地方有个。对，他的那时候的讯息来源都还是杂志。对，我想起来，他们的所有的关于最新发展的都还是从杂志上或报纸上来的，都还是纸本的。没有手机，对，电话还很电话在，但是电话是一个固定式电话，你不太好用。然后长途电话，我猜可能也不是，也很贵，搞不好很贵。就是以前，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距离我们比较遥远。我现在讲说，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以前台北打到高雄是什么长途电话，然后是需要，我印象中好像比较贵。所以我估计在那个年代，美国应该也是这样搞。对，应该是。就是我打电话，当我找到人这件事情是还有一个叙述，就是他们在去践行，然后他们的目的地中间有个地方是村庄，然后比尔盖茨的爸爸是打电话到那个村庄给 Random 的某个人，然后那个 Random 的人在跟这群小朋友讲说：“你们爸叫你回去了。”就是那样的年代，你们现在很难想象用这种方式找人，就是不认识的，你打开黄页，然后打到说他们都今天会经过，我乱讲新竹县的某个村落，打电话新竹县某个村落，然后叫里面某个村民说，你今天会看到一群小朋友一群童子军然后你跟他们讲说我是他们爸爸比尔盖茨的爸爸，然后叫他们今天回家吃饭，就不要再往前走，往回走。哇！就那个画面的方式，所以你可以想象，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在要卖，好像是要卖电晶体吧，就是卖某种已经组合好的电脑。以前电脑是有点像是光华商场，它只提供给你零件，对，你要自己爱好者买回家买所有零件回家自己组，没有套装电脑。所以我不太确定他们那个时候卖的可能已经是帮你组好的了。还是只卖零件，反正其中一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可能在杂志上已经有些 announce， 然后就有一群人会从各州开车过来，很难想象就是我要特别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去拿那个买一个对，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而且我还不知道它能不能 work， 对，然后可能还很贵，对，就是而且那是就好这50年前，然后你像我要买一台电脑，而且那时候电脑不能干嘛，可能就只能算数字，2+2等于4，大家就很开心哇！这个机器竟然可以动，这可以动，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人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那时候比尔盖茨有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后来应该大学的时候帮那个电力设施写电源管理系统。就是电力分配系统，我觉得那也蛮胆子也蛮大的，你就去接了一个这么大政府标案，对，政府标案一群小孩子然后那政府标案是小孩子可以接的，他也是2包啦，我看起来。对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他们胆子也很大，你就这样，他就这样去接了耶，对，然后他因为他好像是为了切开关吧，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你如果记得可以帮我，就是比如说哪里需要比较多电，或者是要怎么样切线路，可以让电力不要跳掉。然后比如说晚上电力是需要比较多，因为要开电灯啊、什么暖气之类的，所以电力是要求比较多。那白天比较少，类似这种的原理。然后还要自动切换，以前好像是人力的，然后变自动用
不是 AI， 我刚刚差点讲 AI， 用电脑控制，用电脑去自动控制。它就是你要确保那电力不会供应不会中断的。然后就说哦 shit， 然后它是50年，它也有点像写那种 COBOL 或者老的程式语言，然后去控制这件事情。对，所以整个就很有历史感，而且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蛮过瘾的。对，考古。对，那所以我真心觉得他那个时代就跟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像，就是你还是得非常努力，没错，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么美好的时代有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对，我觉得就是不要害，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 AI 好像有一种排斥感，对，排斥跟恐惧。我就觉得，可是你这样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它已经就是不可逆的趋势啊。对，你为什么不去了解它？对，去认识它。我最近我现在有时候在外面会有一些演讲，我觉得我类似给的评语是这样：假设今天是一个平稳的年代，你没有机会，就是因为你就是按照着阶级排站。你要翻转或者是有机会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你就是很稳定。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变动机会很大，而且你看得到的，就像比尔盖茨所处的年代，电脑刚要大量的被人们使用，那它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那巨大机会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些东西的认识与能力是差异很大的。会的人就很会写程式，因为会写电力程式人不多。所以他必须得找我们听说这一群那边有一群年轻人很会写程式哦，我们就把他找来写这个程式，然后规定当time是1年最多只能有3小时的当time，这超难的，什么99.99%就是5个9的规定，然后这是很难的事情，那是给大学生写的，然后你要这个机运，然后有这个 reputation 这个名誉给人家听到，然后人家更愿意跟你合作，然后做好这整件事情，你才有机会赚大钱。那如果今天是很稳定的年代，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因为说没有这个机会比较少啊，对，然后你要经过无比的努力，一直写程式，你才会超越其他人。没错，对，然后你就会在大时代里面认识更多很会写程式的。那边还有某个州有一个也很会写的美国冠军啊，然后那里有个金门第一之类的。哦，金门。对，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看了就觉得很有感。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你觉得呢？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 AI 的那种排斥，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其实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是你可以突破，也许你现在被困在某个地方，可是 AI 刚好给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你可以做到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这样。对。像上礼拜 AI 生成年会有一个非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就是有一个女生叫 Peggy， 我知道，你知道，那个真是我也觉得很佩服她哎。对，就是她可以透过既有的因为她在基金会里面，然后有很多限制，然后有很多现有的这种程式啊，或者是工具啊，都年久失修。那她用 AI 去把这所有东西粘起来，就觉得她好强哦。对，所以我就你不能说他是有自己就是自己家庭很好，时代很好，所以他就会是比尔盖茨，也没有啦，真的没有。然后我要讲一个更突兀的，如果各位觉得不适合，我觉得最近在骂林之晨。你说他去台大演讲，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大总经理林之晨先生这个最近在台大毕业典礼上面，然后就演讲。我第一个感觉是，去年是这个黄仁勋，今年是你会觉得落差很大吗？你再讲我用不到，不是你有台阶下，他讲，这是他讲的，林志在楼上。但是第二个是，林志成居然去台大演讲了。就是我们毕竟是跟他同个我们写 Inside 的时候是2008、2009年，他那时候刚开始写 Mr. Jamie， 对，所以其实某种时候我们同时间出道的，不是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Jamie 可能我没有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坦白讲，我
公开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Jamie 有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人感觉不是真的有做过网络 business 的人，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觉。但是你到了15年后，你会知道说，他知道了更多事情了，然后他也因为他原本的家庭或是原本的幸运，然后有做到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啊，希望他没有搞砸，或者说没有搞砸很多事情，或大部分状况下是做对的。然后他也我认为他做的还不错，就是台湾大哥大的股价也没变得烂啦，然后至少还是有一点点成绩在那边。然后你也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我觉得比另外2家电信公司做得好。哦，对，这点倒是对吧？就是你会看到他一直做一些你没看你觉得比较合时宜的，没错的突破，或一些基本事情，就是他有做了，其他你就觉得。没有啊，他们没有做。比如说影音，你可能说他们很认真的，比如说把这个 streaming 的这个服务绑在一起，什么智慧家庭啊，什么 AI 的客服啊，其他2家你就感觉真的很传统企业的感觉。对，就是那个 image， 你就是觉得哦，我现在就的确我想不出来过去5年远传做了什么。我只记得徐旭东最近的发言，但是又开战场，我们要开了，我们收回来。但你的确就觉得远传可能还是蛮赚钱，但是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中华电信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远传比较严重，因为中华电信你原本就预期它长那样，所以你也不期不待嘛。但那你可以看到，你就会觉得哦，台科大可能它。比如说我刚刚讲迪士尼加 HBO 加什么是一个包装，然后他们努力在推这件事情，然后做得蛮好的。然后比如说他可能真的游戏上面有去代理的什么 Garena 之类的游戏来，然后就是很有开展性，就是你觉得哦，但虽然不见得每个都中，但是你觉得哦动得蛮好的，那组织股价都还可以啊，你没有觉得他做的特别烂，那你就想说很多人在网络上在骂他，那说他家世很好或者什么之类，但是我就觉得他也可以躺平啊。对，其实我觉得因为他那时候在念 NYU 的时候，我就有去采访他。哇塞，哇，果然是资深记者，就老人，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要做那个 MBA。转那个就是写学校，就介绍各学校的 MBA 的课程，然后就是要去采访学校的什么，就是教授啊，然后还有一部分要采访台湾的学生，所以刚好那时候他在 NYU， 所以就采访到他。其实那时候对他印象是蛮好的，就是因为当然你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但是我觉得他态度还蛮好的，然后也。感觉不出有那种架子，这样对，就是，而且那时候我们采访完，因为我在采访的前一天在哈佛扭到脚，所以我那天是在美国访问的，对，在美国，我还记得当时扭到脚，天哪！因为我就前天在哈佛，这可以放到林之成传记里面。对，以后林之成传的时候把这个写出来好了。对，我就扭到脚，所以我去采访的时候，我是一拐一拐的，因为我就是临时去，就是在采访前临时去了一家中医的那个地方去给人家推拿，因为不然我是完全没办法行动。然后推拿完之后，就是脚虽然不能完全正常，但是还是可以一拐拐走，然后就去采访，然后就看到我一拐拐，就特别采访完就特别陪我跟我的摄影走到那个地铁站，然后还告诉我说：“你之后要怎么护理你的那个脚，因为他有打篮球嘛，所以他很知道这些。”对，你就觉得这个人还蛮好的，对，还蛮好的，就是好像也蛮细心的这样子，对。然后采访的时候就是有问必答，也不会去回避什么，他也不会去刻意回避说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他也没有，但他也不会刻意表现，就是没有那种刻意的感觉，这样。对，所以原理上的，但我们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但我也知道林志成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都是每个人。在正常里面会发挥的事情，就是他特别喜欢什么，或者是有一些人家有时候会拿来笑的癖好或什么之类。但 anyway 就是一个正常人啊，不然呢？对，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呢。对啊，可能这个可能会被人家骂或干嘛，但是我觉得这都在我觉得很正常的范围里面。所以大家在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现在不太这样子看这件事情了，就是你要持续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到10年、20年。我觉得还是蛮困难的啦。
对，至少我觉得他有做出了一些成绩吧。对，所以我们看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并不是我们推荐这本书，并不是因为说他后面很成功，而是他经历过这一切，然后有哪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有趣的，然后是可以作为借鉴。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蛮好看的。那如果育儿宝典，那如果育儿宝典，然后如果一直纠结着说人家是因为这个家庭环境很好啊，大时代机遇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看这件事情的方式。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是你的环境本来就是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去利用你的那个环境的一些优势？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它都还是有一些正向的价值。对，然后我也推荐大家去看 Online 人的书，然后也看这本书。然后今天感谢凯琳跟我们今天聊这么多，谢谢大家。记得要买下一集哦。对我忘记讲，对，这本书是有我们刚刚有讲，可能没讲。这本书呢只讲他人生的1/3。对，然后他其实有预告，他还有2本，还有2本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版，不知道什么时候。对，然后这本书只到了他刚开始微软创业的时候，然后大家想说有些人看精彩的要来了，什么这样没了，下期待。对啊，有些人就很失望，跟我说为什么知道他说我要看的就是他的创业，我才不要看他小时候。我就说不能这样讲这个人的养成是跟他小时候是有息息相关的，对，是很有关联的。比如说你不可能漠视马斯克今天会这么怪，是因为他小时候被毒打，没有？就是一个让他有个借口，没有了。对，好了，感谢凯琳，谢谢，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